5连环重创俄军基地，毁战术导弹，图160紧急逃亡。5火力压境，炸俄导弹工厂，烧油库，新兵营背端。F-16挂弹出击，毁俄军核心。13城夜空战火纷飞，收复8阵地。5线联动大反击，启动100公斤新型武器碾压俄军。俄无人机重创基辅，5营战空袭风暴，拦截400目标。北约200亿美元军援启动。乌克兰拟允许私人军队登场。乌克兰军队在6月5日至6日2天内，对俄罗斯布良斯克地区发动了连续空袭，打击力度空前。综合各方消息，这轮攻势中，乌军重点锁定了俄军的机场、武器库和导弹阵地，造成俄方明显损失。据俄媒 Astra 报道，当地时间6月5日夜间，乌军出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布良斯克的一个机场及其附近的军火仓库。袭击后，该区域燃起大火，传出剧烈爆炸声，空中升起耀眼的火球和蘑菇云。现场画面显示，一名安保人员在远处观察，无法靠近事发地。分析指出，乌军的攻击点燃了仓库内储存的弹药，引发连环爆炸。这些弹药包括俄军用于对乌打击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此次打击极可能击毁了伊斯坎德尔导弹的发射装置，甚至一架正在装载该导弹的飞机。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视频记录显示乌克兰击毁该系统，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坎德尔系统是俄军目前对乌打击的主要力量之一，每套系统造价高达1亿至 1.2 亿美元，单枚导弹价格也在600万至650万美元之间，具备高速和复杂弹道，难以拦截。乌克兰仅有爱国者与 3T 两种防空系统可以应对，且数量有限，因此打击伊斯坎德尔系统被视为削弱俄空袭能力的关键。针对布良斯克的打击还包括对军用直升机的袭击。据称，乌军当天凌晨出动大批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俄军在该地的空军基地，击毁一架米道8直升机，重创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并引爆了存有导弹的弹药库。俄罗斯方面则低调回应，仅表示布良斯克机场在战争爆发初期已停用，目前仅存直升机和仓库，并未详细说明此次袭击造成的破坏。与此同时，俄方此前已预警称，乌克兰可能会对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与布良斯克组成的战略三角区发起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军果然提前行动，还展示出改进过的蜂群战术，无人机群甚至可能携带诱饵弹以突破俄防空系统，空袭还波及俄境内其他基础设施。沃罗涅日地区的铁路线路遭破坏，导致交通中断，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的前线补给线。与此同时，俄方为躲避乌军空袭，已将图160战略轰炸机从别拉亚空军基地转移至远东的阿纳德尔机场。这里虽远离乌克兰达7000公里，却距离美国本土仅600公里。乌克兰的目标还锁定在俄罗斯本土的铁路、油库、军营等关键设施，引发多地爆炸与大火，标志着蛛网行动进入新一阶段。6月5日，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叶夫达克沃至塞古内段的铁路线路发生爆炸，迫使多列火车停运，初步判断为阿特什游击队或俄罗斯自由军团所为。同日，位于罗斯托夫州的莫罗佐夫斯克机场突发火灾，一个燃料与润滑油仓库被烧毁，而米列罗沃空军基地也遭无人机袭击，目前损失情况仍在核实。乌克兰近期还重点袭击了位于梁赞州和萨拉托夫州等重要军事设施区域。根据多方报道，乌军在6月5日晚间至6日凌晨，对俄境内多个战略据点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展现出蛛网行动打击模式已趋常态化。在梁赞州，乌军向加吉列沃空军基地发射了大量自杀式无人机，该基地是俄战略航空兵的关键部署地，驻有多型远程轰炸机。空袭引发剧烈爆炸，大火球直冲夜空，俄防空系统持续运作至凌晨，现场可见明显的交火痕迹。尽管俄方尚未正式公布损失情况，但从爆炸规模判断，破坏程度不容小觑。与此同时，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市的油库遭精准打击，引发浓烟与蘑菇云状火灾，波及周边建筑。尽管消防队全力扑救，但至次日清晨大火仍未熄灭。
该城也是俄军战略轰炸机的主要部署地。早前3月底曾因乌军袭击而连续燃烧1周，紧邻的米丘林斯克进步工厂也被击中，车间受损严重。该工厂是俄军重要的导弹与航空设备制造单位。此外，萨拉托夫机场一度终止运营，多次爆炸声表明其设施也可能遭波及。乌方还表示，这轮打击是出于主动防御，预防打击的战略目标锁定俄军可能用于未来空袭乌克兰的后方设施。英媒《太阳报》还披露，俄罗斯一处新兵训练营地也发生爆炸，多名士兵遇难。袭击背后疑似是车臣武装复仇者联盟所为。现场发现了具有象征性的黑寡妇头巾，还有清晰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俄罗斯喀朗施塔的无人机生产基地遭受了严重破坏。该基地是制造包括猎户座系列战斗无人机在内的关键设施，对俄军无人机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在俄罗斯坦波夫州米丘林斯克，最新曝光的一段视频显示了进步工厂遭袭后的现场情况。该工厂专门生产航空和导弹技术所需的先进控制系统，同时还制造多种民用电子设备，以及应用于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的专业设备。目前，俄罗斯官方对袭击大多保持低调，并未对各地的损失做出详细回应。然而，外界普遍认为，这一轮密集打击表明乌克兰正在系统性削弱俄军的战略空军能力和后勤补给体系。随着蛛网行动的持续推进，未来类似袭击可能会更为频繁，俄军后方基地的安全形势将面临持续压力。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在这节骨眼上出了昏招。据报道，俄国防部要求本国网站 Yandex 对莫斯科及其他重要城市的军事基地与军工设施进行地图打码，结果反而精准暴露了这些目标的位置。现在乌克兰的情报人员几乎可以借助这份官方地图精准锁定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无意间送出了一份堪称免费情报礼包的大礼。近日，乌克兰凤凰无人机系统团持续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后勤保障展开精准打击。近期的一次袭击行动中，该部队成功摧毁了8辆军用卡车和2辆运输汽车，严重扰乱了俄军的弹药和补给运输线路。这些高效的无人机打击不仅削弱了敌方的后勤能力，也进一步限制了俄军在前线的持续作战能力。在别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视察先前无人机袭击所造成的损害时，另一架无人机突然发动袭击，目标是一座法院。就在他视察期间，第2架无人机再次袭击该区域，引发强烈震动。据报道，此次袭击至少导致1人受伤，现场气氛紧张，安全形势严峻。据报道，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瓦卢伊基地区也遭到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一座变电站和一座移动通信塔，造成局部电力和通信中断。这起袭击进一步凸显了俄乌冲突中远程打击手段的频繁使用和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在库尔斯克方向，乌克兰空军首次出动 F-16战机投掷 GBU-39小直径炸弹，精准摧毁了乔特基诺镇俄军的防空系统。随后，米格夫29战机趁势出击，摧毁了俄军一个连级火力阵地。与此同时，乌军地面部队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炸毁了俄军一套反炮兵雷达系统，形成空地一体打击态势。苏梅边境地区战况紧张，俄军第98空降师已控制沃多拉西和亚布鲁尼夫卡2个定居点，同时在科斯蒂安特尼夫卡、金德拉蒂夫卡、弗拉基米里夫卡和奥列斯基夫卡等地推进，进一步加大了对洛克尼亚附近地区的压力。然而，俄军后勤补给出现严重瓶颈，导致其推进势头受限。若不及时获得增援，俄军在苏梅边境的进攻可能难以持续扩大。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近期夜间，俄军对乌克兰13座城市发动大规模空袭，防空部队表现强劲，共成功拦截了407架来袭无人机中的368架，其中199架被直接击落，169架被电子战系统有效压制瘫痪。此外，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也遭到重创，6枚伊斯坎德尔暗和 KN-23 弹道导弹中有4枚被击落，36枚克到101巡航导弹中有30枚被拦截，2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全部被击毁，但唯一发射的 31P 反雷达导弹未能被阻止。
2025年6月5日，俄乌战场再起波澜，乌克兰军方展开了多线反击，不仅在南部赫尔松地区重创俄军堡垒，还在东部托列茨克发动罕见的装甲突击行动。在赫尔松方向，俄军面临的局势愈发严峻。新任命的俄赫尔松州长塞尔多公开承认，乌军近期多次使用集束弹药打击俄军控制的第聂伯河左岸地区，造成俄军严重损失。与此同时，俄军内部因后勤补给极度紧张，士兵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甚至传出因抢夺食物引发的持刀斗殴事件，造成至少1死1伤，显示前线已出现明显的军心动摇。据诺尔报告援引热成像监控画面显示，乌军还向俄军占领区域投掷了一枚约100公斤重的新型武器，精准摧毁了一个设于前沿阵地的俄军堡垒。从爆炸威力判断，这枚炸弹可能是乌方正在测试的最新装备，此次或为其首次实战投入使用，代表乌军火力正在向更高杀伤力和精确度迈进。东部前线克里米纳一线，乌方无人机侦察发现，朝鲜高丽军团已部署至该地，携带标志性的鼓山大炮。此前该部队曾在库尔斯克一带活动，如今正式现身乌东战场，显示朝方军事介入正在加深。还有视频显示，乌克兰影子部队近日对东部战线上的俄罗斯防空力量发动了精准的无人机袭击，重点打击了俄军部署的山毛榉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次行动通过灵活机动的无人机编队，成功突破了敌方防空网，对关键防御设施实施了破坏，有效削弱了俄军在该地区的防空能力。在利曼方向，乌克兰精锐第25空降旅展开了罕见的实战空降作战，直接跳伞进入克列缅纳亚俄军后方，突袭俄第237摩步团，成功夺取多个阵地，迫使俄军仓皇撤退。巴赫穆特以北的西维尔斯克方向战果显著，乌军第128山地突击旅与第4坦克旅在空军支援下发起大规模地空联动进攻，重创俄第6坦克师，共夺回8个阵地。该方向被视为乌军近年表现最好的战区，俄军在此不但毫无推进，反而被迫后退约14公里。在托列茨克一带，俄军试图沿 T504 公路西侧发起推进，但遭遇乌军顽强抵抗。乌克兰第17重型山地旅与第210突击团在该区域实施伏击，成功重创来袭部队，令俄军攻势受挫。与此同时，乌克兰柳特突击队展开了一次罕见的装甲突击作战，多辆装甲车高速突入俄军控制区，在短时间内拔出2处据点后迅速撤出，并在撤离途中成功抵御了俄军 FPV 无人机的追击。此次行动显示出乌军在托列茨克方向已开始运用更为灵活多样化的战术手段，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战场局势。另外，卢甘斯克武装集团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热茨中校透露，俄军在托列茨克方向日益频繁地采用摩托车实施快速突击战术。在亚布卢尼夫卡附近最近发生的2次袭击中，俄军尝试以摩托化小队推进，但结果遭到重创，约一半的兵力和车辆被乌军有效打击后摧毁。这显示出俄军战术调整带来的高风险与高代价。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极为激烈，红军村南部的舍甫琴科与东北的诺沃莱尼夫卡成为主战场。俄军虽扩大了部分突出部，但乌军抵抗顽强。在科特林以东，乌第5独立突击旅成功歼灭一支俄军步兵突击队。还有视频显示，乌克兰边防旅庞斯塔旗下的凤凰部队正在深入俄军后方，成功摧毁了包括一辆 TOSEA 松采皮克重型自行火炮、2辆坦克、1辆装甲车、1门火炮、1套日特尔电子战系统以及1个无人机指挥所等重要装备。乌克兰总参谋部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6月6日，俄罗斯方面累计损失超过1160名士兵、2辆坦克、5辆装甲战车、44门火炮、3套防空系统以及174架无人机。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于6月5日至6日夜间对乌克兰发动了规模第2大的空袭，仅次于几天前的那次最大攻势。根据乌克兰空军的通报，这轮攻击共涉及452件飞行器，其中包括407架自杀式无人机、6枚弹道导弹和39枚巡航导弹。乌军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武器，368架无人机被击落或通过电子战干扰瘫痪。
视频显示，乌克兰独立总统旅所属的防空导弹与炮兵部队在基辅上空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多架俄罗斯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此外还击落了4枚弹道导弹和32枚巡航导弹。然而仍有部分目标被击中，造成严重后果。在首都基辅，多区出现爆炸，地铁线路受损并停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21人受伤。基辅索罗米扬斯基、霍洛西夫斯基、舍甫琴科和达尔尼茨基等区域遭到波及。此外，俄罗斯还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的切尔尼戈夫州，以及西部的杰尔诺波尔和卢茨克市。俄军在赫尔松动用高爆炸弹摧毁了市政大楼，并用导弹袭击3所学校。乌克兰陆军证实，波尔塔瓦州一处训练场也遭导弹打击，造成2名士兵死亡，16人受伤。乌防空部队虽在短时间内拦截了数十架无人机，并通过电子战压制敌方，但仍有29架自杀式无人机突破防线，造成额外损失。这轮密集攻势再次表明，乌克兰面临的空袭威胁正在不断升级。另外，德国总理默茨在白宫会晤美国前总统川普时，公开呼吁其为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发挥关键作用。他表示，美国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应当在这场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与德国及欧洲一道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推动和平解决。默茨称川普是关键人物，希望他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展现领导力。然而，川普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表示，乌俄双方或许需要继续战斗一段时间，再考虑干预。他还将这场战争比作2个无法忍受彼此的小孩之间的争端。此类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尽管如此，川普也强调战争必须尽早结束，并宣称若冲突持续，将对俄乌双方采取非常强硬的制裁措施。在6月5日拉姆施泰因会议后，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再度加码。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北约将向乌克兰追加200亿美元军事援助，并强调各成员国应加大国防投入，完善军工体系，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德国方面在新总理梅尔茨领导下，正快速扩张军备，未来数周内将向乌克兰交付首批远程武器。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宣布，军队将扩编5至6万人。德国已成为欧洲援乌第1大国，并签署与以色列价值43亿美元的剑3反导系统协议。此外，在拉姆施泰因会议上，援乌电子战联盟扩展至瑞典、比利时、意大利、爱沙尼亚与土耳其，其中土耳其近日还加入了援乌无人机联盟，表明其对基辅立场正趋强硬。同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6票赞成、70票反对通过法案，拒绝承认俄方在乌克兰建立的任何行政机构，明确否定俄罗斯吞并乌东4州与克里米亚的合法性。这一决议被视为美方对战争性质的盖棺定论，为持续提供援助提供法律正当性。吕特还在会议上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不可逆转。这一表态直接驳斥了此前特朗普时期乌克兰入约不纳入和谈的旧论调，显示美欧在乌克兰政策上的高度同步。英国方面，国防大臣希利宣布，英国已为与俄罗斯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做好准备，并发出明确核威慑信号。若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战术核武，英国将对莫斯科实施核反击。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宣布，将于6月下旬在俄日争议的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反舰导弹演练，并计划在南鸟岛部署远程导弹，强硬回应俄方抗议，表明日方区域防御态势全面升级。根据纽约时报援引 CSIS 语速数据，截至2025年6月初，俄乌战争已造成超140万人伤亡，其中俄方伤亡人数高达100万。乌方高官披露，2024年以来，俄军仅占领乌克兰 0.2% 的领土，每夺取1平方公里需付出167人死亡的高昂代价，显示俄军攻势代价极其惨重。乌克兰国防部长拉梅罗夫则向总统泽连斯基通报了会议成果，英国提供 3.5 亿英镑援助，将交付10万架无人机，并资助乌军训练。德国启动50亿欧元计划，支持乌方生产远程武器与防空系统。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加拿大等国也承诺提供军舰、无人机、
弹药与电子战装备。值得注意的是，乌总统泽连斯基在6月5日记者会上还透露，乌方正在研究允许建立私人军队的方案，旨在解决兵源紧张问题，扩大特种作战能力并吸引外部军事资源。分析认为，这种模式将为乌克兰战争长期化提供制度支撑，也可能吸引国际军事承包商与志愿者介入战场。另一方面，俄罗斯方面据称正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援助，显示莫斯科也在为持久战做准备。